大家好，这节讲一下材质。之前也提到过，材质这一块呢，由于内容比较多，我们打算在之后的世界场景的篇章中统一来讲解。现在呢，就先把需要用到的几个材质简单说明一下，然后通过插件给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插件的目录中，我新加了一个文件夹，叫做 Material， 用来放我们需要用到的材质。里面呢有几个项目，首先这个 text 里面是几张最基础的材质的贴图，实际上就是纯色的贴图。然后这个 close 文件夹用来放我们服装需要用到的材质，实际上只有一个材质。然后这是一个空的文件夹，用来放之后创建的材质实例。然后这个 character 指的是角色需要用到的材质。我们这边有个 skin 皮肤使用的。这里面有3个材质，第一个是空的，用来指定给我们需要隐藏的部位，然后第二个是皮肤用的材质，第3个是一个简化过后的这个材质，用来指定给我们的眼睛、眉毛等这种比较细节的一些部位。好，然后第3个是一个曲线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一系列的自定义的颜色曲线。比如说这个 skin 01，它其实就是用来给我们的皮肤指定颜色，因为皮肤的颜色它是一个渐变的嘛。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些材质的功能。直接先看这个皮肤的材质，我们给它打开。可以看到这边有几块。首先这一块是一个光照模型，我们在这个预览中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光照模型改成1。它现在是一个兰伯特光照模型，改成0的情况下，它是半兰伯特光照模型。那么我们虚幻引擎默认的其实是半兰伯特光照模型。然后下面有一个分层的光照的一个功能，这是我们2次元风格渲染常用的方法。我们在这个光照层数的这个参数中修改，可以看到它可以将当前的光照分成若干个层次，像这样改成1。然后是边缘光，这也是2次元渲染常用的风格。我们用菲涅尔的算法给物体的边缘增加了一层发光的效果。这边的参数就是这个发光的颜色，可以看到边缘的这个浅浅的发光效果。然后这一块控制的是颜色，我们在这边使用一个曲线颜色来定义皮肤的颜色，它的内部是一个曲线图谱，然后使用曲线图谱中的一条曲线。这边我们还额外加上了一个贴图的一个选项，如果你想在贴图中去给皮肤画一些额外的细节的话，就把贴图指定在这儿。然后这一块说明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材质它使用的是表面这样一个材质域，着色模型是次表面，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虚幻引擎的这个 PBR 的材质系统。在这里我们混合了 PBR 的基础颜色和自发光颜色。同样的这个颜色输入，我们同时给它乘以一个强度的形式连到了基础颜色，然后再乘以另一个强度的形式连到了自发光颜色。这样我们的材质兼容 PBR 效果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风格化的感觉。然后这一块是用一个颜色曲线来定义了次表面的一个颜色以及它的不透明度。这边就是一些简单的材质做成了参数，比如说这边可以输入发线，然后有一个不透明蒙版，然后高光度啊、粗糙度这些东西基础的参数。好，这个皮肤的材质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其他的几个材质呢，大致也是同样的原理，可以快速的来看一下。找到头发的材质，好了，打开头发材质，这边的修改主要是在这个材质基本参数里面把着色模型改成了头发。
然后可以看到也是类似的功能，首先是这个光照模式，然后是分层光，然后是边缘光，然后头发还加了一块自定义的颜色的一个调整。这里我们的这个颜色的一个参数有一个基础的颜色，然后它可以接受一张贴图来指定颜色，然后这一块是一个去饱和度，然后有一个色相偏移，有一个对比度调整，然后最终给出一个调整过后的颜色。这些参数基本上支持我们做任意的颜色的变化。这一块也是功能上差不多，这里添加了一个贴图，用来指定二次元风格的头发上的那个高光。好，再来看一下衣服的这个材质，看到核心也是一样的，这一块都是一样的，这一块也有一个颜色的调整，然后区别就在于衣服的这个材质，我们用的是这个布料的着色模型，它是一个简易化之后的次表面着色模型。你看到这边有几个参数，这个模糊颜色和这个布料，实际上这个模糊颜色就是一个简易的次表面颜色，然后这个布料这个选项控制的是这个次表面的强度。其他的也都是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材质应用一下。我们来找到我们角色的位置 ，Mesh Character，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有很多的材质插槽。看一下，找到主要的皮肤的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先给替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材质。这边我提前准备好了一个，用的是这个。我们先整体的应用上。现在这个场景是太亮了，预览场景。我们把曝光调一下，然后再来说明这个材质。把材质打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参数。首先是我们使用了一个自定义的颜色曲线来代表这个皮肤的颜色。我们可以在这边切换成别的曲线，比如说这个，它比较偏黄一些。然后是一个自发光的一个强度，在自发光等于0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完全的 PBR 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是身体周围的一个菲涅尔效果，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接下来是这个粗糙度，我们调的是一个0.7的值，皮肤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参数。然后这个光照的这个分层，我们来调整看一下。如果我们的分层增加，看到就有一点接近插件自带的材质的一些效果。我们不断的增加，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边缘光，可以看到这周围的这个白色的光的这个线条就是我们的边缘光产生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尝试着改成别的颜色的，这样就是一个蓝色的勾线。接下来就是通过了一个曲线指定的我们的次表面的一个颜色，这颜色也可以改成别的，像这样。
这里是次表面的一个强度，我们都不需要修改。然后这里的几张贴图，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可选项，我们暂时用的是一张基础的白颜色的一个贴图，代表着什么都不加。然后第二个这一张贴图是我们的在这个这里角色的这个自带的这个贴图中拿到的这一张贴图。然后以及我们还应用了这一张自带的法线的一个贴图，看一下，好，就这2张贴图是来自我们插件的一个资源。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修改之后的材质和我们的原来的材质对比一下，把它拖到我们的场景中。这个是我们原始的材质，插件给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材质。当然，我们这边的材质的预设是曝光强度不需要这么高的，我们大概在0.5的这个曝光强度下去调整的我们的材质。对比一下，好，其实是差不太多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脸部的材质 ，face。好，可以看到这边我已经全部的指定上了。打开看一下，在这个 MI 的这个材质下面，文件夹下，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Skin 02作为基础材质创建的材质实例，这里面的一系列材质。然后比如说这个眼睛这个材质，这里用到的插件自带的资源就是这样一张贴图，它在我们这个贴图的这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脸部的一些其他的材质，我们一个个看一下。这个是嘴部的，这个是整个脸的一个轮廓，这个是眼白，这个是眉毛，这个是眼睑。这些材质都一样，就是使用了我们这个插件的这一系列的贴图，然后结合我们的自己的材质创建出来的。然后脸部这一个有一点不一样，它这边贴图中使用了这一张作为一个 additional text。我们之前在介绍皮肤的材质的时候就说到过，如果我们有一些额外的细节，可以把这个材质贴图放到这个地方来使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一张贴图。比如说它在这个耳朵这个地方手动的画了一些线，嘴巴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用来增加我们这个二次元的一个风格。比如说这个鼻子啊啥的，有一些东西，脸部的一些这个高光点，它都是画上去的。然后通过指定在我们这个材质这个贴图插槽上呢，就可以把这些效果直接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脸上。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个耳朵上面的这些轮廓的线条，它使用的就是这个贴图直接画上去的。好，这个脸的效果呢，我们不是模拟，我们可以运行来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脸看上去就比上一期的自然的多了，因为插件自带的这个材质呢，脸部有一些阴影上的一些效果处理的不是很好。好，我们接下来处理一下服装的材质。我们之前是把这个服装中每一个部件的贴图都找到了，
然后放在了这个文件夹下。我们这边使用的材质实例呢，还是这个插件自带的默认材质。接下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材质创建实例，然后指定上这个贴图，再给到服装上，找到服装材质的这个位置，我们右键创建材质实例，把这个材质实例拖进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这个好了，我们复制一下它的名字。给这个材质实例起个名字 ，MI 开头。好，打开，我们要给它指定上贴图，在这个地方，这张贴图。保存，打开这个网格体，然后我们把材质指定给它。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材质，看一下哪些材质是需要修改，哪些参数是需要修改的。光照模型，然后自发光强度可能得增加一点，给到默认的0.5好了。然后在这边如果调整这个颜色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材质有一些次表面的一个颜色的效果。像这样，它会有一个表面会有一个颜色倾向。取消。那我们这个服装模型它比较的薄，可能不太适合使用次表面，我们把它先调成0看。这样会更加有质感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颜色。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用到。好，差不多就这样，这个材质。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个，来处理一下这个鞋子的材质好了。先打开它。右键关闭其他选项，打开贴图这边，我们需要给它创建3个材质，那么到这边来复制一下，杠010203。这边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贴图就好了。材质这边的贴图的位置，指定给它。好，这张贴图打开，找到它的位置，贴图。指定给它，还剩下一个，指定上，然后来到鞋子这边，找到这3张新创建的贴图。指定上，这个是电器，是这个，是这个。好，接下来做下一个。这个裙子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有1、2、3、4个材质。
我们同样来到这边复制一下，同样的指定一下贴图就行。这个颜色有一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贴图本身并没有颜色，所以颜色是额外叠加上去的。那么我们为了达到它这个效果，就直接在这边自己加一个颜色，它是一个深紫色。大概这么一个颜色，决定。接下来我们运行看一下这套服装的颜色，看一下 F8，在我们想要的一个光照下去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裙子的这个边缘光可能有点多，我们可以把裙子的边缘光关掉试试，大致是这个材质实力。我们把这个边缘光给它关掉。好，F8。然后再运行的话，看一下，这样的效果可能更好一点。好，这边讲一下，如果我们想要在场景运行的时候也保持我们这个自己设定的这个曝光参数的话，可以在这个后处理这个地方去操作。在这里面去找一下曝光，然后找到这个曝光补偿这个参数，可以看到它负的时候是让场景偏暗，正的是让场景偏亮。我们把这个改成负0.5，保存一下。游戏运行时候的曝光就会像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好。这样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还有头发没有去调整，我们来找一下，在这里面头发也有几张参数，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是头发上的一个缎带，那么这个缎带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头发的材质，它应该用的是我们衣服的一个材质，其他的我们应该用的是头发的一个材质。找到头发的模型看一下，这边的模型一个是缎带，一个是这个发卡，还有这个是头发。我们来到材质这边，在头发的这里创建一个材质实例 mi hair-01，移动到这边，打开，然后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下这个头发的一个贴图，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在这边指定颜色贴图，另外在这个参数中指定高光贴图。我们来找一下，
那么这张是颜色贴图，这一张是高光贴图。我们先把这个材质指定给基础的头发，调整一下光照，看一下效果。我们现在的这个边缘光可能太高了，保存。好，那我们就这样。接下来把2个小配件也做上。小配件的话，我们就使用服装的这一个材质。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个复制。Here accessory ACCESSO 01 02都打开，然后找到头发这边的贴图01，我们给到这个02，给到这个。然后指定给头发，检查一下。好，这2个东西我们应该也不需要这个边缘光的效果。好，这样就不会有一些奇怪的反光。好，现在我们角色身上的这些物体的材质都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再给角色尝试着设置一个袜子的材质。那么这边的袜子呢，我们就使用服装的材质来给它设置。我们先把这边处理一下，找到角色的网格体，好，右键我们关闭其他选项，光照太亮了。我们需要在这边把一些腿上的一些材质给它换成别的。来找一下，大概是这个。好，来到服装材质那边，close mi，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01，开错了，不需要贴图，
边缘光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先给它指定一个基础的颜色，再来对着调。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黑色的袜子，确定。我们给它指定到这个、好，这几个上面，我们再来调一下这个参数。我们现在这个袜子不是黑色的原因是我们使用了这个材质中它是有次表面属性的，这个次表面的颜色在起作用。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0，它就是一个纯黑的一个袜子。但我们不希望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让我们这个次表面颜色去接近我们皮肤的一个颜色，粉一点，大概给一个这个颜色，然后我们调一下这个次表面的强度，不要让它太强了，一点点就好，模拟透出一点点皮肤颜色的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没有，这样好，有那么一点点就行。这样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这个效果，感觉还是太多了，可以再减一些。对着这个来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颜色变暗一些，还是要把这个饱和度调低一些。确定，这样大概有一点点的效果。好，这样就做了一个黑色的一个袜子。假如我们把颜色改成白色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给它把这个强度给调高1，然后把这个饱和度降低一点，颜色调亮一点，看一下这个效果。好，我们这个袜子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这个材质都已经调好了，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我们之前留下来的不需要的东西给删除了。来到这个找到角色的地方 ，Character。首先是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的一些材质实例啊，还有一些多余的东西，我们都给它删掉。这个 IK 绑定有4个，我们其实只需要用到1个，我们把这3个多余的给删掉。这个需要用到的，然后这个其实没有用，大家也可以删了。这个也没有用，也可以删。然后在这个里面把所有的材质实例这些以及次表面描述文件全部删除。好，强制删除。当然删除了之后呢，我们这边这个没有指定新材质的这个角色，它就没有材质了。我们之后要给它重新指定上。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缓存的这个文件夹，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需要用到的所有的这些贴图都复制到模型的位置去了，所以这些我们可以一股脑的全部删掉。我们直接 Ctrl+A 删除。强制删除。
好，它对我们的角色是没有影响的，我们需要的东西已经复制过来了。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